两个宅男，一个叫大宝，一个叫阿财。阿财看到大宝啊，本来是100多公斤，但是最近呢减了20公斤。阿财就问大宝：“哎，你是怎么瘦的呀？”大宝说：“啊，怎么吃很重要。我跟你说，吃对食物，不用运动也会瘦。”阿财很兴奋的就问大宝：“那你是怎么做的呢？”大宝说：“金干丹呐，早上吃2颗茶叶蛋，中午吃1个苹果跟优酪乳，晚上吃1颗馒头。”阿财说：“哎呦，那金干丹了哟，那我也会瘦下来哟。”接着他问大宝：“那我要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？”互联网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小编跟我说，最近做市调，发现很多的朋友啊有2大困扰，哪2大？脸很大？不是啦，一个是胀气，一个是胃食道逆流，尤其是在午餐、晚餐这2餐之后啊。肚子就像气球一样灌得又饱又满，简直快要爆掉了。这一集我就来和你分享：1. 总吃胃药消胀气吗？小心胃受损。2. 2个穴位消除胀气，改善胃酸逆流。3. 别犯2种 NG 行为，赶走胀气。另外，我会介绍你2种水果帮你消胀气哦。这哪2种？不要走开啦！胀气、胃酸逆流就吃胃药，小心胃受损。你常常吃饱饭觉得肚子好胀，就马上吞1颗胃药来缓解吗？坊间的胃药常常含有金属成分，像是钙呀、镁呀、铝啊这些成分，你吃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会引起腹泻、便秘，甚至于引发老年痴呆哦。如果长期都靠吃胃药来缓解肠胃的不舒服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就成功的把你的胃养成了失去功能的胃，你吃下的东西它都没有办法吸收，而且体力还越来越差，真正是唔通哦。2个穴位消胀气，改善胃食道逆流。结婚纪念日的当天啊，你和先生去餐厅吃饭，吃完饭后。你胀气得很严重，觉得自己的肚子鼓得像青蛙一样。更尴尬的是，你还穿了一件很贴身的洋装，肚子凸起来，看见，哎呦，好像是怀孕3个月了。来，有2个穴很好用，三里公孙。先介绍三里穴。三里穴在哪里呢？三里穴就在脚上面，在那个外膝眼往下，大概4只指头的长度那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公孙穴也很好用。公孙穴呢，它的位置就是在第1指骨的后头1寸的地方。足三里它可以帮助消化，可以温胃肠。足三里加公孙这2个穴一起按，消胀气是最好的。饭后按摩腹部3分钟，好消化，而且助排便。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强化肠胃功能，缓解便秘。怎么做呢？顺时针按摩腹部。第1个穴叫中脘穴。中脘在胃上面呢，大约4寸。第2个穴呢叫做天枢穴，天枢穴在肚脐旁开2寸。第3个穴呢叫关元穴，在肚脐下4寸。这样子从上面这样子按过去啊，就顺时针按中脘，然后按到天枢，再按到关元，再按到另外一边的天枢，就这样顺时针这样压。饭后30分钟到1个小时，顺时针按摩腹部这4个穴道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还能够帮助排便。胀气的2个原因，为什么常常在吃饱后会胀气怕呀？胀气有2个原因：1消化不良，2排泄不良。消化不良的原因可能就是吃进去的东西在12指肠这个地方，或在胃这个地方，没办法消化，意思就是说12指肠或胃发生毛病了。为什么12指肠或胃发生毛病呢？胃酸过多就容易造成12指肠发炎、12指肠溃疡；胃酸过少啊，就容易造成胃发炎或胃溃疡。我们在问什么原因让胃酸过多的呀？因为你吃的太咸啊、太油啊、太甜啊，工作中遇到了很压力山大的老板，或者是焦虑紧张了，或者是很多的这种情绪上的问题，也会造成胃酸过多或者是过少，让胃酸分泌失常了，胃跟12指肠就容易发炎，就容易溃疡，以至于消化不良，所以也会产生很多的胀气，这叫消化不良的胀气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排泄不良的胀气。排泄不良呢，就是每天没有养成好好的上厕所的习惯啊之类的。
2种 NG 行为别犯，赶走胀气。要改善压力情绪不容易，你可以先从饮食的习惯去改善。2种行为很 NG， 不要犯。第一，长期不好好的进食的习惯；第二，吃太多引起胀气的食物。先讲第一个，吃饭会有这2种习惯的人最容易胀气，一个是狼吞虎咽，一个是一边吃一边还滑手机、打电脑，让人不自觉地吞下很多的空气，就容易增加胃胀气。第二，吃过多引起胀气的食物，容易产气的食物有哪些呢？高淀粉食物、豆类、奶制品、含气的饮料、油炸物，还有甜食。第一种高淀粉食物有哪些呢？例如地瓜呀、芋头啊。第二种豆类食物，豆类因为含有不容易消化的高蛋白以及多糖，容易让你胀气，因为消化不良嘛。第3种牛奶、奶茶，高蛋白。第4种是含气的饮料，气泡饮料啦、气泡酒啊等等。第5种很香的炸物，像薯条啊，这些东西都是难以消化的，停留在肠胃道的时间比较长，就容易产气。第6种甜食，蛋糕啊，还有甜点啊、面包啊这一类的东西。但是也要提醒你哦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同样的食物，我吃可能会胀气，但你吃可能完全不会。不如多多观察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就发生了胀气，下次注意这个东西不要多吃。4个习惯，餐后不打嗝不胀气。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，刺激肠胃道蠕动，可以排气，而且还帮助排便。久坐久站的人不要驼背，每隔1小时就站起来动一动，帮助消化。第3，睡前3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东西了，好吗？吃饱以后可以散步10分钟。第4，如果容易胀气严重、胃酸逆流，吃饭的时候不要同时喝汤或饮料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很多人提倡所谓的饭水分离，就是讲这个东西。很想要喝汤的话，要在饭前、饭后1个小时来喝比较好一点。中医如何看待胀气？中医治脾胃的病很厉害，因为能治标也能治本。治标就治胀气，治本呢就是让他以后不再犯。中医如何看待胀气？胀气的感觉啊，在中医称之为痞。古时候的书里头有一本叫做《丹溪心法》，丹溪心法痞那一个部分，他说啊，脾者与脾同，不通太也。脾气不和，中央痞塞，皆土邪之所为也。这个脾呢，前面那个脾就是有病床边的那个脾字儿，第2个脾呢就是否则的否这个字啊，它也念成脾，也就是卦象里头的那个脾卦，也就是天地痞卦那个痞啊。它指的痞呢，就是说气不顺畅，胀气就是因为脾气不顺畅，导致了这个地方的气机阻塞了。脾胃过于寒热燥湿，胀气就找上门来了。爱吃生冷食物，养出脾胃湿寒。有些人啊，喜欢吃生菜沙拉呀、生鱼片啊，这些所谓的生冷的食物。或者有些美眉们啊，说减肥节食都会造成脾胃虚寒。脾胃运作一旦失调了，胀气呀、泛酸呐、排便不顺的这类问题，全部都很快的跑出来。太湿的脾胃是怎么养出来的呢？喝太多水吗？不是，是酒啊、甜食啊吃的太多，尤其是啤酒喝过头了，就要注意哦。2，爱吃炸物或者重口味，养出脾胃燥热。你每个礼拜都要和朋友一起吃炸物、麻辣锅吗？这类油腻的厚味的食物，把你的脾胃养的是又热又燥，结果胀气频繁发生。改善胀气，喝1个茶、2个水果，固脾胃。肚子胀气的时候很难受，对不对？来，喝一杯3鲜茶，山楂、神曲、麦芽。3鲜啊，就是山楂、神曲、麦芽，各1小撮。这3样你都可以在中药房买得到。把它们买回家以后呢，放到杯子里头，倒入热水，冲泡差不多15分钟之后就可以喝了。《本草备药》里头说，赤鸡诸药神曲麦芽能够化骨实，
另外呢，来福是什么？来福就是萝卜啊，萝卜可以化面食。另外呢，挠沙阿魏山楂能够化肉食，而挠沙阿魏啊，这个比较难得，也是味道也不太好。可是山楂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一种类似水果的东西。提醒你，这道茶里头因为有山楂，所以孕妇就避免食用。消除胀气的蔬菜有哪些呢？白萝卜呢，它可以消胀气的效果是很棒的哦，可以通气，可以下气，可以利尿通便，可以帮助疏通肠道。给你一个 bonus， 这个 bonus 啊，也是在《本草备药》里头说的。他说有一个人啊，叫做王金公啊，这个人患偏头痛，那怎么办呢？捣萝卜汁，仰卧就是平躺啊，躺平。他这边痛，就在这边的鼻子。把这个放上萝卜汁，叫这边痛呢，就把这就右痛助左鼻，左痛助右鼻，或两个鼻子一起注射一点点这个萝卜汁啊。数十年之患，二注而愈之，做了2次，它就好了。前面和大家介绍的消胀气的水果就是木瓜和奇异果啦。木瓜的消化酵素能够帮助分解蛋白质，它的纤维素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。奇异果里头有点的微酸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减少肠胃胀气。脾胃喜欢温性的食物，让孩子开胃喝一个茶。食物就像人一样，也有不同的性格。食物分为寒热温凉平5种。温热性的食物呢，被归为阳性，能够暖脾健胃，有散寒温经通络等等的功效。尤其对于脾虚的小孩来说，更容易受寒气侵扰，常有手脚冰冷啊、小腹冰冷啊、面色苍白啊等等现象，并且常常肚子痛，这就是寒伤脾胃的现象。你的乖孙啊，如果因为脾胃弱而没有胃口，不太吃东西，可以煮这杯茶给他喝，就是山楂麦芽茶。山楂、麦芽各还是一样1小撮，2克你怎么量啊？对不对？放入马克杯里头，倒了热水焖泡一下子啊，就可以喝了。这2味都是在中药房就可以买得到的。山楂可以消食化积，能够活血散瘀；麦芽可以消食开胃和中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。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都有一个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欢迎您捐款赞助我们，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另外，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干净世界频道、YouTube 频道、脸书、IG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